暗黑王冠燃魂系列产品啊，相信一直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我们有讲过他们1:6的那种比较精致的人偶，还有呢1:12，侧重于上手把玩的相对小比例一点的产品。当然了，除去这2款之外，另有一个非常硬核的巨大的雕像收藏。所有的小情爱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今天可能是这个频道有史以来体验到最巨大的一个玩具啊，暗黑王冠出品的聚魂式。拆箱部分的话，就没法跟大家做太细致的讲解了，因为实在太过巨大。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啊，2个大箱子，3层包装，2层牛皮纸，内部还有一个比较厚一点的包装盒。可以感觉到的是，这次在包装的这个强度上，或者说这个保护度上还是可以的。目前我拆箱的话是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造型来讲，像这种小的肋骨啊、手指啊，其实是比较多较为细的结构的，但是目前都没有出现什么运损。拼装的话，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来。需要注意的是，还是这种偏细一点的结构，比如说它这个管道啊、管线这个部分，还有呢，像是肋骨，包括头部这种牙齿啊，安装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作为受力点去掰动。整体的话不难，如果你玩过同体积、相似体积的这种雕像的话，它们的这个拼装方式都是相同的。装好之后放在这个桌子上啊，直观的第一感觉，实话实说，之前在 WF 2届都有看过这个产品的实物，当时已经感觉很巨大啊，很夸张的一个造型，拿在家中和会场中的感受还明显不同，似乎又被放大了一截。全高的话逼近65厘米，光这个圆形台面直径也有差不多35厘米。这个数据仅做参考啊，详细的按照官方公布的为准。如果你对这个数据没有太多概念的话，这个就基本上是一个真人大小。造型方面不用多说啊，这个想必大家都清楚的，以一个巨型的骷髅为蓝本，加入了很多这种类似于黑科技的电线电缆的组合，还有呢就是日风日甲披在外层。形象上来讲，依然是一贯的这种黑暗日风主题。整体去看的话，基本是有3个层次，从内到外，里面是类似于这种奇怪的机械，躯干部分尤为明显。腹部呢也终于看清了啊，是一个类似于半透明的储存罐一样的东西啊，里面是绿色的，像是骷髅一样的组织，粗壮而残破的这种电线电缆盘踞在这个下身啊，像是一个被拦腰斩断啊，或者是半成品的那种效果。机械以上呢就是骨骼、肋骨的包围啊，还有呢这2只修长的手臂。骨架上的颜色啊是做了比较陈旧的那种啊，经过风化的出土的那种泛黄的骨头啊，就死了有挺长时间那种感觉。手这里我觉得很喜欢啊，黑色的甲片之外呢是这种类似于缠绳的造型，结合着一些特殊的符文啊，类似于绳纹复古的元素，更多的一些那种宗教的味道。然后再向外部的话，就是很日风的这个装甲，2侧巨大甲片虽然是一体结构，但是和肩部连接这里是有真正的绑绳去串联的啊，就还有一定悬浮浮空那种感觉。后方有自脖颈贯穿到腰椎吧，脊椎脊柱的造型，这里的造型非常规整啊，一节一节一段一段，也有这种大块布料搭配在这个肩部，做旧效果是很重的。上方同样有很复杂的这种我叫不上什么名字啊，有趣的一些符号。
硕大的骷髅头，这个和最初搭配1:6影藏的那个造型不同啊，这次的话叫做巨魂式面，定位上呢类似于0号机或者说是2号机，整个骷髅形象上虽然风格一致，但是造型是完全不同的。之前那是一个比较炫酷的3眼造型，这一次呢更加浑厚一点，眼球部分我个人觉得会更加突出，更有注视感。右侧呢用了一个重瞳的结构，很亮丽的类似于玻璃珠子一样的效果。前方瞳孔上也能看到燃魂系列一直在沿用的这些奇怪的符文，破碎这种头盖骨边缘也做出了一些圆弧状啊，类似于云纹一样的感觉啊，它这个效果处理的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骸骨部分也一直延续到下颚。有很夸张的非人的类似于怪物的獠牙呲出来，嘴部半张，整体镂空，侧面一点更能看到这个牙齿夸张的效果。脑壳这里也能看到在两侧有一个和腹部相似的透明结构，绿色的像是脑组织，结合着一些日风鬼怪的犄角、前立，还有后侧仿照日甲这种兜的造型啊，也有一个影藏背部的相似的一个小人头。整个主题无论是全身还是头部，都是和燃魂系列的这种角色的甲胄有呼应的。就是互相搭配的话，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一看就是一个世界观下的产物。最初巨魂式的一个构思或者说搭配，大家一定知道啊，是和那个影藏共同出货的场景化地台搭配这样一个1:6的人偶，也能看到，即便组成巨魂式的完全体吧，这个正中心下方台面上依然留有了很大的富余，就有一个很大空间去和你的人偶进行搭配。夸张点来讲，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于地台的玩具啊，就像包装上写的，这叫做特点嘛啊。但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哪个厂家会做这么夸张特点的啊，这就是一个雕像型的产品。实际拿到或者摆到桌子上之后啊，我能感觉到搭配它自家1:12的产品效果，其实才是更加夸张的啊，效果非常的震撼啊，就是一下就把巨魂式这种巨物感衬托的更加明显。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啊，就它腹部这里面这些骷髅，其实大小就是接近于1:12的那个头雕的。如果把它称作一个人偶地台的话，那它一定是起码我目前体验最强的地台。当然具体搭配的位置也不仅仅是这个下方的台面，你把它站在肩膀处啊，或者放在头顶，这都是 OK 的。巨魂式体积相比于这个小人偶来说实在是太过巨大了，也可以预想到未来在1:12产品线陆续推出新的角色之后，把它们纷纷都放在这个巨魂式的四周，拿可能会比较近一点推出的告斯语，就是它那个翅膀放在这个肩头啊或者什么，一定很有趣。目前的体验上来讲，这应该是在原创的这种玩具厂家里很少有的大体积的产品。就我自己而言的话，说实话，最开始都不敢想象它真的要把这个身躯部分做成一个真正量产的玩具啊。因为以一个原创题材的角度来讲，这个还是很疯狂的一个想法啊，很大胆。实际不能说拿在手中了，实际摆在台面上，也能感受到它设定上的那种野心吧，属于说是人物的设计以外，还要做出一个类似于这种 BOSS 一样的很巨大化的角色。最终在呈现上有一个好的效果，离不开它的这种背景设计。也正是因为燃魂系列在这种外观设计也好，或者说世界观的设定上有一个很高度的统一性，所以说他们互相搭配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回到这款巨魂式来看的话，同样啊，和之前燃魂系列产品一样，都是在这种并不复杂的颜色上做出了很复杂的外观设计，把它巨大体积转化成一种优势。所以你在不同角度去观看的同时呢，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效果，有一点横看成岭侧成峰那种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从下到上，模拟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小一点的同比例的这样一个人物去看它的这个外观，压迫感非常的强，在营造这种巨物感的同时，也通过表面更多的细节刻画，在和精度很高的人偶进行搭配的时候，也不会落于下风，并且它在设计的这个想法上，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类似于巨人一样的人形兵器，
绳纹啊、符咒啊，包括黑科技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管线结合到一起，营造出来一个具备科技感，同时有压迫感的复杂形象。设计师本人脑海中一定会脑补出很多其他角色与之战斗啊，比较热血啊，比较复杂的那个场景啊。我反正是把这个小人物搭配到一起的时候，能够去有一定画面和联想。这个大家拿到这个产品应该都会有这个效应的啊，我建议一定要去搭配一下，感受一下。当然，这个产品也是从展出、从影藏那个出货3、4年左右了吧。未来的话，可能很难有精力再去设计和制作这样巨大的产品，还是期待后面的其他不同的形象和角色。这个聚魂师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基调，希望有更多更有趣的形象和这个大的雕像进行搭配啊。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